这一节课，我们来介绍数据模型都有哪些分类，而关系型数据库系统采用的最主要的数据模型又是什么？人常说，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，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。实况根据六律来校正五音，而结构化数据库则凭借数据模型来反映事物本身，以及事物和事物之间的各种联系。任何一个数据库管理系统都是基于某种数据模型的。我们要介绍的基本的数据模型有3种：层次模型、网状模型和关系模型。其中第3种关系模型是结构化数据库主要采用的数据模型。首先来看一下层次模型。层次模型是用树形结构来表示实体及实体与实体之间的联系。它体现出了实体之间的一对多的联系。这里的实体呀，我们暂且可以理解为对象。在后面的章节当中，我们会有更详细、更准确的定义。在这个图当中，我们可以看到，我们把一个大学拆分成若干学院，把一个学院拆分成若干系所。那么是如何体现这种一对多的联系的呢？一个大学可以对应多个学院，而反过来，一个学院呢，仅能属于一个大学。那么这种联系就是一对多的联系。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网状模型。利用网状结构来表示实体跟实体之间联系的模型，那就称为网状模型了。这种模型与刚才层次模型的区别是，它的特点更加灵活。这种模型主要体现的是多对多的联系。那么图呢，给出了一个网状模型的实例。这个网状模型描述了某个学校当中系所、教师、学生跟课程之间的联系。我们都知道，在一个学校里边，系所、教师、学生或者课程之间是不具备严格的一对多的关系的。比如说，一名教师可以教授很多学生，反过来呢，一名学生也可以师从于很多位教师。在这样一个网状关系模型当中，就很好的描述了这种多对多的联系。那么层次模型跟网状模型在软件开发当中啊，它的效率一直是比较低的。人们发现，在实际生活当中，表达数据之间的关联性最常用、最直观的方法呢，莫过于制作各种各样的表格了。所以呢，关系模型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被提出来的。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关系模型它的结构和特点。关系模型啊，是用二维表的结构，注意是二维表，来表示实体以及实体之间的联系。关系模型把各种联系都统一的描述成一些二维的表格，由若干行和若干的列来组成。每一个这样的二维表格，我们就称为一个关系。也就是说，当我们提到一个学生表，我们就可以说它是一个学生关系；我们提到一个教师表，我们可以称为是一个教师关系。所以以后呢，我们就有可能用关系来指代表格。下面我们来看一个二维表的例子。这张表就是一张二维表，这是一张图书会员表。二维表它有什么样的严格定义呢？首先，二维表呢，它的头一行我们管它叫做表头，也可以称为字段名或者属性名。一张二维表，它的行是不能重复的，意思就是说，在一张二维表当中，不能有完全内容相同的两行。在这个表格里面，我们可以看到啊，会员编号是标志
每一个会员的唯一的标识。因此呢，即使其他的数据产生了重复，会员编号这个字段的数据是一定不能重复的。第二，一个二维表它的列必须有不同的名字，而且呢，一个二维表当中的所有行和列都是可以交换的，不能具有硬性规定的前后顺序。对我们来说，无论是浏览还是设计一张二维表格，都没有什么困难的。可见，关系模型是很容易被用户接受的，是一种非常容易实现的数据结构。此外，关系模型呀有非常严格的理论基础，这个理论基础呢就是关系数学理论，也叫做关系代数。因此啊，基于关系模型的关系型数据库系统呢，成为了当今最为流行的结构化数据库管理系统。注意，我这里强调了是结构化的数据库管理系统，因为我们当今的数据处理啊，面临着结构化数据处理跟半结构化与非结构化数据处理。那关系模型应用在我们所说的结构化数据库当中。那当我们遇到大数据环境下的非结构化和半结构化数据，我们使用什么样的模型呢？就是非关系模型。例如，有很多的 NoSQL 数据库 ，NoSQL 指的是 Not Only SQL， 泛指各种非关系型数据库。还有 NewSQL， 泛指各种新的可扩展的高性能的数据库。那么这类数据库呀，不仅具有对 NoSQL 对海量数据的存储跟管理的能力，还保持了传统数据库支持 SQL 的特性。在这一节课，我们介绍了数据模型主要有层次模型、网状模型和关系模型。其中，关系型数据库采用的最基本的数据模型就是关系模型。这节课就介绍到这儿。